OK，welcome back， 同学们欢迎回来，又回到我们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On the page 41， 在41页上面，这篇文章呢是比较接地气儿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和我们同学们所用的电子设备有关系的，就是关于苹果公司 Apple， 标题叫做 Tim Cook's Cash Card。都知道这个苹果的 CEO 呢，在乔布斯这个离开以后呢，是由 Tim Cook 所接替这个位置的。那么这篇文章呢，主要就讲 Tim Cook 在去年的时候，在面对这个新的压力的情况下所做的一系列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来试图着去延续苹果的辉煌，或者说保持这个苹果的辉煌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首先看一下第一段话 Mr. Cook has bought himself some of the breathing space， 这是主干，叫 buy somebody something， 这是一个搭配了嘛，对吧？ buy somebody something， 就为谁买什么。他呢是为自己买了一些喘息的空间，通过什么方式呢？ buy 通过两个方式 by raising 看好 and increasing， 一定要注意了，同学们在读句子的时候看到并列的时候，特别是当并列的比较成分隔得比较远的时候，要注意用并列连词确定，从后往前寻找，看清楚了。By raising and increasing， 做两个动作来为自己购买了，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空间。因为你知道他压力很大，乔布斯神一样的人物，他就是神经一样的人物 Tim Cook。第一种方式是提升的 planned share by planned share buybacks， 就增加这个计划的股票回购，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商业上的术语。share buybacks 叫股票回购，提升股票回购，从之前计划的100亿变成600亿美金，打现金牌嘛，对不对？花钱嘛，然后将分红啊 ，dividends 叫分红，增加15%，增加15%，这是他的做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但是 he still needs to produce new sensational offerings to support future growth， 但他依然需要提供更加有杀伤力的，或者更加有震撼性的重量级的 offerings。 这个 offerings怎么去理解呢？那么我在翻译的时候我们把它翻译成产品，但实际上 offerings 可以有好多，就可以说是你的给我的东西既可以是产品也可以是计划，但这儿可能更加就偏向于产品，因为前面钱已经从100亿上升到600亿了，花这么多钱来回购股票了，而且其中已经增加分红15%了，已经是很大力度了，所以这个 offering 我们把它理解为产品，而这个 sensational 就是有震撼性的。sensational 这个单词既可以是正面的，又可以是负面的，就看在语境下面来用，既可以是骇人听闻的，又可以是具有震撼力的。这个时候它到底是取它的正面的表达还是负面的表达，需要语境，需要生产出重量级的产品，具有震撼性的产品 to support future growth， 以支持未来的增长。 Ever since he replaced Steve Jobs， 自从他代替了史蒂夫乔布斯在苹果这个 helm， 这 helm 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掌舵人嘛，对不对？就是在这个之前这个Steve Jobs 是苹果公司的掌舵人，那么他现在代替了 Steve Jobs。 Speculation
has mounted that， 这是一个句型。speculation has mounted that， 我们可以翻译成什么？舆论就在发酵啊，或者说这种传言就喧嚣于城上啊，就有传言称 speculation， 就有传言到，就有人就传言到说 the company has lost some of the magic that produced the iPhone and the iPad， 公司就已经丢掉了生产 iPhone 和 iPad 这样产品的魔力，就有舆论这样声称了，就不看好它啊。Tim Cook 先生，你是否能行？第二段话 ，Mr. Cook's fans protest that， 别人库克先生也有粉丝，不是说你只有乔布斯才有粉丝，库克先生也有粉丝。库克先生粉丝就反对到说 ，Those who think Apple should already have come up with a new category killer are being unrealistic。就这句话来讲，同学们注意，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了。这是一个隔离的句子，怎样的隔离的句子呢？说 protest that 后面切开，反对到 protest 反对到，其实啊，它就等于 think， 就等于 argue， 争论到、反论到这个字，到，那就等于说，那就等于认为，对吧 ？Protest that， 他们认为什么呢 ？Those， 我说的隔离指的是 thos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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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 are unrealistic， are being unrealistic。对吧 ？Those 什么什么 are being unrealistic. Mr. Cook's fans protest that those who think Apple should already have come up with the new category killer are being unrealistic. 首先，他们反对说你们这帮人是不现实的。哪帮人是不现实的呢？然后再用一个定语从句告诉他，你们这帮人认为苹果现在已经有了 come up with， 获得了，已经有了新的畅销产品 category killer。畅销产品，现在已经有了畅销产品，你们这帮人是不现实的。A few years between the big ideas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在两个伟大理念之间隔着一些年份，就整个是个主语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没有什么好去惊讶的。And they note that， 类指的是他的粉丝 ，Mr. Cook 的粉丝。Note that，note 什么意思呢？注意到。Note 这个单词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后面加的往往就是事实。在我们的传统课程上，以及在我们的微课堂的阅读思路解析当中，我们会告诉大家 ，note 这个词后面加的就是事实，而 think 后面 argue、protest 后面加的就是观点。一定要学会在读文章的时候去区分观点和事实。后面加的就是一个事实，事实就是 iPad and iPhone are still minting money。iPhone 呢还在赚钱，依然是赚钱的玩意儿。In the first quarter of the 2013， 2013年的第一季度 ，Apple reported revenue of the 43.6 billion。年报收入就季报收入呢是436亿美金 ，an 11% increase。不是季报，它就是年度，因为它是在13年的第一季度是公布这个12年的收入 ，the revenue，
reported revenue 436亿美金，相较于2012年的同期，它增加了11%， and a figure that exceeds the combined sales of the Google and Microsoft。 这个数据就已经超过了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销售额的总和，很厉害。and 后面 a figure 是一个同位语，看好，从语法角度来解读 and a figure， 而这个 figure 指的就是前面的43.6 billion， 也就这儿的436亿美金，而这的436亿美金就要比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相加的还要更多。But Apple's margins are being squeez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Pad mini， 而苹果公司的收入呢受到了挤压，受到什么的挤压呢？就是 iPad mini 的引入的挤压 ，which is less lucrative than bigger iPads. Lucrative 这单词意思呢，就是表示这个有利可图，更能赚钱。就这个单词在2014年的考研英语真题当中价值2分。我说过的，读一篇文章挣2分，不是玩笑话，就这样一个单词，就值2分。Lucrative 更赚钱，相较于什么更赚钱呢？有没有那么能赚钱？就是它受到这个就是苹果公司的利润 margins， 我们在之前上一篇文章当中就专门讲到了 margin 虽然是表示空白，也是它的利润空间，我们经常把它翻译成利润空间。margins 这个利润空间呢受到了挤压，是受到了 iPad mini 引入的挤压。那么这个相较于说大的 iPad 来讲的话 ，mini iPad 挣钱能力没那么强，就不是那么赚钱。In its latest quarter, the firm's gross margin shrank year on year from the 47.4% to 37.5%， 从这个47.5%的利润，47.4%的利润呢，就降到了37.5%的利润。And its quarterly net profit dropp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0 years。它的每季度的纯利润，哇，刚才这个43.6啊，根据这个语境来看啊，刚才就是上面的43.6美元，436亿美金，还真是苹果公司的一个季度的收入。因为你看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季度的利润呢，就从11.6%到了就是116亿美金到了95亿美金。你想，它一个季度都能挣95亿美金，那么它的营业额436亿美金，那是 OK 的。所以有时候 revenue 这个单词啊，它可以表示年收入，它也可以单纯的表示收入，但它到底是指的年收入还是收入呢？这个时候可以看语境，像比如说刚才，你看一下，就在第二段的第4行这个地方 ，Apple's reported revenue of the 43.5 billion， 436亿美金。这个时候，其实我当时还不是很清楚。第一是我刚开始想的是说2013年的第一季度它报告的年收入，有可能我以为它是报的2012年的，看起来在这地方它报的还真就是2013年的第一季度的收入。对，收入就是436亿美金，因为现在它的利润率下降了，利润率从之前的利润总量也下降了，从之前的116亿美金到现在95亿美金，这是10年来了第一次
出现了这个下滑。If Apple launches a low-cost iPhone， 如果苹果就推出低价的 iPhone 手机 ，to compete in emerging markets，emerging markets 叫做新兴市场。像比如说中国呀、印度啊、南非啊、巴西啊，这些都属于是新兴市场。俄罗斯啊 ，emerging market， 在新兴市场说白了就是以前没钱，现在逆袭了的一些国家。And in the business of the prepaid phones， 就是预付话费手机 ，that do not require a long-term subscription to the mobile phone operator， 给你解释。And in the business of prepaid phones that do not require long-term subscription to mobile phone operator， 预付话费手机，这个所谓的预付话费手机就是你不需要去这个就是一直使用某一个运营商的这种服务的这样一种手机。Its margins could be squashed even more。如果你有两件事情出现，你要推出低价 iPhone 和预付会员的 iPhone 的话，那么它的利润空间啊 could be squashed， 相当于 squeezed， 就会进一步的被挤压。That could affect its share price， 这有可能会影响它的股价。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最有可能就最害怕、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种任何一个动作会影响它的股价，会造成这个股东的这种信心的缺失。Ben Rates or the Barclays，BR 这个人，他是在 Barclay 这个单位，这个单位是一个银行 ，reckons that， 就得出一个结论，就计算出就认为到 every percentage point decline in Apple's gross margin，gross margin 叫毛利。不叫纯利，前面有一个net profit， 对不对？纯利 gross margin 毛利 gross margin， 或者叫做总的收入毛利。如果苹果公司的毛利下降了1个百分点 equals to， 这地方可以翻，这个地方看好在翻译上面equate to， 既可以翻也可以不翻，你可以翻译成就相当于，或你说老师还可以不翻，对啊，你就直接说苹果公司毛利下降1个百分点，那么每股的收益就会下降1.4亿美金，那1.4美金，每股收益就会下降1.4美金，就完了嘛，就相当于，或者你把它翻译成相当于，你不翻也行。你把这个相当于去了，我打个逗号连接起来怎么样呢？也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在翻译的时候，如果不影响整个语义的表达的情况下，怎么说着顺嘴就怎么来。当然不建议大家这样，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技巧，就是所谓的增词不增义，减词不减义。我增加单词不会增加含义，我去减少单词也不会去减少它的含义。Apple also needs to beat back rivals, such as the Samsung Electronics. 苹果公司也需要去应对一些对手。所以你看这两篇文章，这篇文章和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德国的4大巨头公司同样的遇到问题，既有内忧又有外患。苹果公司的外患呢，就是 Samsung Electronics。逗号 which has emerged as the muscular competitor in smartphones. Muscular 强劲的 muscular 强劲的肌肉嘛，对不对 muscular competitor 强劲的对手，在智能手机市场上的强劲对手。Investors particularly want to see， 投资者们特别想去知道
its response， 这个 its 记住代词，一定要去寻找指代。如果在读代词去找不到指代对象的话，相对会比较麻烦，一定要去寻找到指代对象，一定要找到指代对象。Investors, particularly the ones to see it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phablets， 特别想看这个 its 指的就是苹果公司的反应，苹果公司对谁的反应？对于这种平板电话的兴起的反应 ，the rise of the phablets。phablets 呢是一个新的词造出来的，一个是 phone， 还有一个是 tablet。后面跟你解释了嘛，叫做 phones whose screens are bigger than those of the most smartphones。就这种手机的屏幕呢，要比智能手机屏幕更大。Though not as big as the tablets， 虽然没有平板电脑那么大，这种电脑就称之为所谓的，像比如说三星推出的 Note 系列的手机，它就屏幕就介于这个就比一般的苹果的手机的屏幕要更大，但又比平板电脑的苹果要更小，它可能5.5寸、6寸这样。那么现在苹果，你到底会对它做出怎样的反应？投资者们就想，因为这种电话推出来以后很有杀伤力。Even if Apple keeps expanding its phone and the tablet business， 即使苹果继续去扩张它的电话和平板的生意 ，it will still have to keep inventing new products。苹果公司依然需要去做新的生意、新的产品 products， 去发明出新的产品。就你是可以靠你的 iPhone 挣钱，靠你的 iPad 挣钱，但你还得有新的产品出来。The firm is rumored to working on the smart watch and a smart TV. The firm is rumored to be doing something. 这个地方一个结构叫做 somebody is rumored Somebody is rumored to be doing something. Somebody is rumored to be doing something， 叫做据说某人正在做某事儿。实际上，这个 rumor 这个单词，它是个相对比较中性的单词。我们经常说谣言就是不对的，但谣言肯定有不对的，但是 rumor 你就可以把它翻译成传言。传言就是更加中性的一个翻法，谣言呢就是带有贬义的翻法。在英语当中，很多单词都会存在着这样的，刚刚比如说 sensational， 如果把它翻译成这个褒义的，就是重量级的，有杀伤力的，就是相对比较褒义的，惊艳的，对吧？但如果把它翻译成贬义，就是耸人听闻的。骇人、骇人听闻的，这些都可以。那么 ，it's also looking at the mobile， 就据说啊，公司呢就正在设计或者生产智能手表和智能电视，而这些智能手表和智能电视呢是装有 associated APP。相关的这个APP 应用的 ，it is also 这个 APPs 那就是所谓的应用嘛，对吧 ？application 的缩写，它现在都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了，大家应该是经常看到的，手机上面下载一个欢乐斗地主是吧？It is also looking at mobile 的 payments。同样的，这个 it 指的是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呢也在关注于移动支付的问题，移动支付的问题。说的移动支付就是它的这个 iTunes， with 435 million 4亿3500万的用户啊，已经注册了 iTunes Store， 在 iTunes 上去音乐商店，而这个音乐商店
已经诞生了10年了，第10个年头了，到就2013年的4月28号就是第10个年头了，就03年的时候它的 iTunes 推出。It has a head start 领先地位 It has the head start。 那么在这个移动支付方面，苹果公司也是赚钱的。New offerings in these areas could well be among the amazing things。 在这些领域当中的一些新的产品 ，new offerings， 就前面谈到的第一行当中的 sensational offerings，could well be among the amazing things Mr. Cook alluded to， 暗指，就是提到的 this week。刚才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刚才我们在上文所读到这些东西，就是这一周库克先生暗指的所谓的 amazing things， 让人感到惊讶的东西。The big question is， 问题在于 whether they will be as revolutionary and as profitable as the products Apple turned out under the Jobs。 就这些产品啊，是否能够像乔布斯时期所生产的苹果产品一样具有革命性和一样赚钱呢？ Whether 好，苹果产品 turned out 你去查字典也是个很诡异的意思，具体什么意思吧，我也不太想去记，我就只想告诉你 turned out 生产设计，你说它是这个意，翻译成这样都可以，对吧？设计，你说是在乔布斯时代和生产说是 turned out， 还是那句话，就是说用不同的单词去表达相同的含义，这样就赋予了很多听上去很诡异的单词一个其实是很正常的意思。像比如说我们之前的 hobbling 是什么一瘸一拐，对不对？还有 whipping out 去除，这些实际上你去查字典查出的意思很复杂，但它去表达的是一个相对来讲很 general 的 meaning， 非常宽泛的一个概念。像这种对于单词的使用，我们可能在写作当中还到不了那个层级，因为单词量我们可能达不到，但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全可以赋予这些看上去很生僻的单词一些很熟悉的含义。Mr. Cook， 库克先生 has played his cash card， 已经打出了现金牌。Now he needs to turn up truths， 叫做打出王牌了，就是令人满意了。Truth 或者 trump， 亮出底牌，亮出王牌了，让出乎意料让人感到满意了。On innovation front 的单词前线，其实你把它翻译成方面。Innovation front 创新方面，现在是他在创新方面出新的时候了。人们对于 iPhone 5S 就是当时，但是呢 iPhone 5S 呢，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关注哈，在去年的时候出来以后呢，除了这个土豪金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之外，其实它可能在革新上还真没有。所以当然苹果公司依然很赚钱，因为一家很大的公司，从它崛起再到衰落，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然现在人们都对于 Tim Cook 先生进一步的创新有着极大的这样一种就是需求，或者说一种期待。所以你看文章结构，首先库克先生呢，这个就开始分红，然后完了以后呢回购，打出现金牌，然后呢人们就说你看你是不是缺乏创新了？这个库克先生的铁粉就提出了反驳。然后呢 iPad mini 呢，但虽然说反驳归反驳，但是呢确实你的
iPad 的赚钱的 mini iPad 公司的毛利下降。如果你再进一步的推出廉价版的 iPhone 的话，可能毛利会进一步的下降，并且竞争对手也给你带来了一些难题。那么现在呢，苹果公司呢也有一些研发的新动向，然后呢，库克呢现在也谈到了我们会出一些新产品，暗暗的就是提出了我们会有一些新产品，但这个新产品是否能够像这个乔布斯时候的产品一样的惊艳呢？我们还不知道，还拭目以待。所以我们整体再来看一下文章，我们先把它朗读一遍。Mr. Cook has bought himself some of the breathing space by raising the planned share the buy box from the 10 billion to 6 billion and increasing dividends by 15%. However, he still needs to produce new sensational offerings to support future growth. Ever since he replaced Steve Jobs at Apple's helm, speculation has mounted that the company has lost some of the magic that produced the iPhone and iPad. Mr. Cook's fans protest that those who think Apple should already have come up with the new category killer are being unrealistic. A few years between big ideas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and they note that the iPad and the iPhone are still minting mone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13, Apple reported a revenue of 43.6 billion, an 11% increase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in 2012, and the figure that exceeds the combined sales of Google and Microsoft. But Apple's margins are being squeez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Pad mini, which is less lucrative than the bigger iPads. In its latest quarter, the firm's gross margin shrank year-on-year from the 47.4% to 37.5%, and its quarterly net profit dropp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0 years from the 11.6 billion to the 9.5 billion. If Apple launches low-cost iPhone to compete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and in the business of the prepaid the firms that do not require a long-term subscription to the mobile phone operator, its margins could be slashed even more. That could affect its share price, burn rates of the Barclays Bank, and reckons that every percentage point decline in Apple's gross margin equates to the drop of the $1.4 in earnings per share. Apple also needs to beat back rivals such as the Samsung Electronics, which has emerged as the muscular competitor in smartphones. Investors particularly want to see its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the phablets, phones and whose screens are bigger than those of the most smartphones, though not as big as the tablets. Even if the Apple keeps expanding its phone and the tablet businesses, it will still have to keep inventing the new products. The firm is rumored to be working on a smart watch and a smart TV with associated apps. It is also looking at mobile payments. With 435 million customers already registered at its iTunes store, which celebrates its 10th birthday on April 28th, it has the head start. New offerings in these areas could well be among the amazing things Mr. Cook alluded to this week. The big question is whether they will be as revolutionary and as profitable as the products that Apple turned out under the Jobs. Mr. Cook has played his cash card. Now he needs to turn up troops on innovation front too. 我相信苹果公司到底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
2015年在考研当中是否会谈到关于苹果公司的问题呢？我相信，如果只要考到苹果公司或者是移动手机方面的文章，有了这样一些了解以后呢，我相信同学们会有更亲切的感受。那么做题呢，陌生感会降低，恐惧感就会降低，那么自信就会增加。我相信同学们会有更好的获得。那么我们的这个小节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